我在之前做政治正确那期影片里面揶揄过张雪峰老师，说他是志愿填报服务员。实际上呢，他今年确实在做这件事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叶绿绿。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高考。前两天作文题目放出来之后，在网上又掀起了一波热潮。其中新课标1卷的作文题目是这样说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我们的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那么请问，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我看到这个作文题目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还用问吗？那问题肯定是变多了呀。首先，互联网上卖 AI 课的骗子是变多了。第二，我们需要赢的领域又变多了。第三，作文题目这种不成问题的问题它也变多了。其实我能感觉到，出这个作文题的老师在出题的那一刻已经被自己大于弱智的才华折服了。另外，这个题目在网上掀起讨论的时候，他一定躲在某个角落里在那儿窃喜。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作文题目还是挺好的。比如说有一个同学说，我们的问题确实因为 AI 的介入变少了，因为 AI 不管从知识积累还是检索能力都比人类强。可是这个同学的这篇作文肯定得不了高分，因为老师问的问题显然不是这种答疑解惑的小问题，而是那种更大格局上的问题。比如说另一个同学的作文集中探讨了 AI 的应用会不会让我们失业，以及会不会造成人类伦理的问题。在老师看来，这个同学的作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格局更大，他探讨的问题也更深邃。显然，高考作文所提的问题从来不是字面意思的问题，换句话说，此问题非彼问题，它更像是一个智商筛选器，就看学生能不能体会到问题的言下之意。另外就是以我们对高考的了解，所有的作文题目都得留一个非常光明的结尾，也就是说，关于这篇 AI 的作文题目，你不能留下一个不看好的那种悲观的态度，而是要把这种悲观通过一种妙笔生花的方式描写成一个正能量的结尾。好了，关于作文题目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每一年不管出什么样的作文题目，看似是讨论这个社会的热点，但实际上讨论完还是那个样子，我们也没必要在这个上面浪费那么多时间。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工智能以及它的应用现状。我是从去年的2、3月份开始用 ChatGPT， 第一个感受就是快，也就是效率很高，比如说写大纲啊、编辑脚本啊，或者帮我搜集资料都能很高效的完成。后来每隔几个月都会有一次更新，比如加入联网的功能、对话的功能，以及最近 ChatGPT 4O 发布的实时沟通的功能。除了 OpenAI 之外，其他的生成式大模型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可以说是眼花缭乱、日新月异。这种速度已经快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个大模型出来的时候，你都会思考，这个出来之后我究竟能用它去做什么？就是它的功能已经强大到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运用它。第二个感受就是目前的生成式 AI 只是解决了能不能干、能干多快的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质量的问题。比如说拿我的工作来举例子，让他给我写一篇我今天要播的这个口播稿，那他肯定写的是不如人工写的好的，因为他所说的那些话基本上就是属于我们官方公文的那种套话，写出来的每一个句子都很长，每一句话都很绕，除非我花大量的时间把我的文本喂给他。还有就是写小说这件事儿，他完全是干不了的，他可以理解你让他写什么，文笔上或者表达上，它完全不是人的思维。也就是说，在 AI 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完全可以从字里行间区分出哪个东西是人写的，哪个东西是 AI 写的。可是问题又来了，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在用 AI 给领导写公文，领导确实是没有发现，这是为什么呢？我猜大概是那些公文本来也不需要讲什么人话，只要这个工作完成了就好，至于他写的怎么样，我们完全不在意。从这个角度上讲， AI 确实让问题变多了。比如说我们平常做的那些工作是不是真的有意义，真的有价值？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要让 AI 去做？如果没有的话， AI 为什么能做？关于这个质量和训练的问题，现在也来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期望自己用 AI 帮自己减轻负担去写文章，但是所有人又不愿意看 AI 所写的文章。第三个直观感受，通过 AI 大模型，我发现了互联网上有2个中文世界。为什么说是2个中文世界呢？我们来捋一下。对 AI 略有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所有的生成式大模型针对不同语言的输出都要经过大量的投喂和训练。比如说互联网上的所有的中文资料、书籍、资讯，它都要喂进去，它会学习你的情感呀、语法呀，所有的表达方式。那么你针对它的输出再去反推它所学习的这些资料，基本上就可以推断出它学过哪些资料。可是在我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忽然发现 ChatGPT 对于中文的这种学习，其实大量的来自于我们的公文写作，它不太会说中文的人话。也就是说，所有中文互联网上的资讯全部
部装修过一遍的情况下，那么 ChatGPT 给你输出来的这些内容也是经过装修的。我自己发现的几个重灾区，除了所有的新闻报道以外，还有中国花鸟山水画的国际化、中医中药的国际化等等这些内容。如果你们还发现了什么重灾区的话，可以留言我们讨论一下。我记得去年 ChatGPT 刚刚火爆的时候，有一篇报道是说，中文的所有资料在 ChatGPT 浩瀚如烟的训练资料里面，仅仅占到5%。可就是这5%，其中大部分还是经过装修的资料。那么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能看到的资料打根上去就已经不是人话了。要是从这个角度上去回答那道作文题，问题不仅变多了，而且还很复杂。通过以上这几点感受，咱们会发现，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不是讨论它给咱们带来了什么问题，而是要让我们的同学用起来，用起来才能感受到它究竟能帮我们做什么，以及我们的想象力能否用人工智能去帮我们达成。比如国外的很多年轻人已经利用 ChatGPT 4写出了自己的 app， 而我们的大多数应用还停留在怎么样写公文可以不让领导发现，这个差距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而且短时间内无法追赶，就别提什么超越了。怎么说呢？用起来并不是为了超英赶美，而是为了在将来不被这个浪潮所淘汰。目前大部分的人工智能模型所有的功能还都停留在文书层面，它的发展阶段一定是从文书层面要发展到物理阶段去。不是还有人开玩笑吗？说本来我是想用这人工智能给我做饭洗衣裳的，没想到它现在负责了智能，我负责了人工。如果在这个时候最入门的阶段你都不去学习不去用，那我们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很快就会被淘汰。我们就像我们的父辈一样，不会用电脑，不会去检索，那我们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就会沦为新一轮被诈骗的对象。另外，在最近几天的讨论当中，我看到有一些自媒体在说，这个作文题目出的确实不好，因为很多乡镇的孩子压根就没有坐过高铁，更别提什么人工智能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说，他们是不是低估了我们的高中生？不管是在什么乡镇，总得有手机吧？有手机就能了解外面的世界吧？而且，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就算最近没有出这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被讨论烂了，好吗？远的阿西莫夫的小说咱不去说，近一点的《星际穿越》、《普罗米修斯》、《流浪地球》都讨论过人工智能啊，而且这些文艺作品对于人工智能的那种探讨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在人工智能发明以前就已经想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唾手可得的大众传播品吗？怎么可能出现高中生连这些电影都没有看过，连这些概念都没有听说过？还有就是这些自媒体可能不知道高考作文究竟考的是什么，以及写文章这件事情究竟在写什么。假设有一个真的是大山里来的高考的学生，他不知道什么是机器人三定律，也没有看过那些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当然就更没有用过什么人工智能的产品了。那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写文章本来就是一件小题大做的事情，而且这种诚实、这种坦诚，也是高考作文所要考的那种一个人的品质和德行。第二个关于高考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各大考场的校门口，网上盛传的一张照片是一个老父亲穿着旗袍，手举着向日葵，然后站在门口等他的孩子。穿旗袍的寓意是说旗开得胜，举向日葵的寓意是说一举夺魁。旗开得胜，一举夺魁，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可是这个父亲这样子，让人多少有点觉得他是异装癖。还看到一位老母亲，应该是等自己的闺女出考场，她在门口弄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妈给你点10个男模”。怎么说呢？太抽象了。为什么我们表示一件事情重要的时候，连脸都不要了？我能理解一个高考的考生16、17岁、17、18岁进考场的时候，心里默念的一句话就是成败在此一举。我能理解一个年轻人这样子去想，但是上年纪、上岁数的人，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怎么会把所有的宝压在一件事情上？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是无法理解的。有句话是说，期望越高，失望越高。我不知道他们的孩子能考成什么样，但是从父母这种大动干戈的形式来看，考好了还则罢了，考不好那肯定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啊。如果考不好的话，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那他的失败感会伴随一生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反正我到现在做梦还会做关于高考的噩梦，反反复复做同一张卷子，惊醒之后长舒一口气，安慰自己说还好只是一个梦。我不知道这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想法是不是一种心理疾病，可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事情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该接受还是得接受，接受了之后才能很好的去复盘这件事
事情，总结出来我们到底哪儿错了，到底哪儿还需要去学习、去验证、去弥补。我们通常把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意思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了就粉身碎骨。可是这种言过其实的表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坚强，反而是让我们很多人变得更脆弱，以至于40多岁、50多岁的父母站在考场门前的时候，你就感觉他们比那个考场里面写卷子的人还要紧张，还要接受不了那个失败。香港4大才子之一的蔡澜老人家说，如果你了解人生，你就会不正经，也正经不起来。不正经的意思就是玩学问、玩工作、玩爱情、玩花花草草、玩文学艺术、玩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玩是为了快活，而快活就是痛快的活着。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那2个接孩子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他们虽然做出了不正经的行为，但却忽略了这种不正经的人生态度。说句实话，我们的教育理念以及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太强调去赢，似乎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成功，而对于成功的界定又太过于单一和狭隘。比如我小时候经常会问我爹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成功？我爹说当市长就很成功。可是随着我年纪不断的增长，后来我发现当县长其实也挺成功的，再后来我发现当局长也很成功。怎么说呢？我们对于成功的界定要么是钱，要么是官，这导致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并不在乎它的价值，而是更看重它的结果。当然说这么多并不是指责这些父母或者很看重成功的孩子们，只是说这种群魔乱舞的现象大可不必。另外就是说一下高考成功与失败的深层原因。我们接受成功是不需要任何资源的，但是我们接受失败的情况就要付出更多的资源，比如说复读。这个问题我在上一期聊高考的影片当中也讲过，每一个孩子的竞争其实都是双方家庭2个系统的竞争，而高考这种群魔乱舞的现象恰恰说明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放在台面以上的竞争，也是很多家庭自以为可以扬眉吐气的唯一机会。人工智能聊了，旗袍也穿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其实远远没有，因为高考志愿填报也是重中之重。关于这个话题又得聊到张雪峰老师，我在之前做政治正确那期影片里面揶揄过张雪峰老师，说他是志愿填报服务员。实际上呢，他今年确实在做这件事情。志愿填报的服务普遍报价在1万块钱左右，其中最牛的那个叫圆梦卡的服务报价在17999，也就是1万8。听说是有什么1对1服务，还有视频教学等等。所有人都说张雪峰1天之内怒赚几个亿，其实这个数据还是挺让人吃惊的，因为如果这个行业这么赚钱的话，那大学是不是得加一个专业叫做填报志愿专业？等到来年张雪峰老师就可以帮孩子们填报志愿专业。我说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因为张雪峰老师在帮所有家长和孩子填志愿的时候，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学这个专业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赚到钱。假如说这个专业不赚钱的话，张雪峰老师就会狠狠地摇头，然后骂这个父母没认知、没格局、什么都不懂。张雪峰老师在2023年创造了一个金句，说文科都是服务业，然后后来又被大家骂，然后他又上网上微博去道歉，到后来也没弄明白文科到底是不是服务业，文科生究竟会不会填。其实吧，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源头可能就出在文理分科上，搞了这么多年的文理分科，后遗症还是挺大的，最终就造成了一个文科生是科盲，理科生是文盲的美好局面。文科生是科盲这个事情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不知道地球大气有几层，不知道粉尘点火会爆炸，但是理科生是文盲这个事情就比较难举例子，因为毕竟我们的吃穿用度以及现代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因为工科所造就的。不过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大家不会真的以为所有世界的进步都是由工科生去推进的吧？戏剧、文学、法律、艺术、哲学等等这些可都是文科生不断在贡献力量。不过这么说倒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张雪峰老师认为文科都是服务业，这个例子本身就可以证明理科生是文盲。我倒不是非得批评张雪峰老师，反而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善良的人。一来创新了填报志愿这个行业，二来他帮很多家长和孩子弥补了整个家庭系统那种认知不全的鸿沟。在这个资源紧俏又极其不公平的时代，他这2件事情任何一件都是一桩功德。只是说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靠谱的稳当的价值判断。对于很多事情不能因为他赚钱就觉得见怪不怪。比如说张雪峰替人填报志愿，大家见怪不怪；比如说一个孩子到了17、18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大家也觉得见怪不怪。这种见怪不怪的事情多了，我们就会觉得它是正常的，认为它是理所应当的。我还看到一些父母在网上留言说自己的孩子没有考好，然后哭哭啼啼，在家整天也提不起兴致，说出去玩也不想去。关于这种状况，我觉得家长还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人生智慧和残忍的真相。苏东坡很厉害吧，一门出了3个高考状元，可那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蹉跎一生。换一个皇帝说苏东坡你离我远点，苏东坡就离远点；再换一个皇帝说你离我近点，苏东坡就离近点。就在这种走一步退2步的情况下，苏轼在进退之间
走完了自己大半生的美好时光。在我看来，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等通知，等一个皇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通知。可就算是消磨半生等通知的政治生涯当中，他依然不忘用诗歌和书法去慰藉自己的心灵，去抒发自己的豪迈。简而言之，大文豪都尚且如此，你我这种无名小卒又何必执着于等通知呢？倒不如放开手脚去做一番事情出来。